便秘，世纪之痛，太多的人受便秘的困扰了。要谈便秘的问题的话，比较常见的因素呢有4个，前面3个因素都讲完了，如果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的话，第4个因素估计你的问题要解决的可能性可以到99%以上了，所以务必把它看完，而不是在骗你的流量。通常来说，我们遇到便秘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水喝少了。你们会说老生常谈了，又来说水喝少了，不是简单的说你水喝少了，说你身体缺水了。身体缺水了为什么会便秘呢？我们吃了食物到胃里面去以后，胃里面无论如何都有水的，我们的胃在消化的时候就会有液体的，然后呢把我们食物变成糜状的，然后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去了以后，它一路都是糜状的。糜状就是像肉酱一样的糜状的东西。为什么它会是糜状的呢？因为方便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时候把它往前推往前送，如果不是糜状的话它送不过去了，都是糜状的状态输送营养。小肠里面把营养输送的差不多了以后，送到了我们的大肠，在我们的大肠里面还留了一点点输送营养的功能，它都是糜状的。但是在大肠的后半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候了。如果你身体缺水，在经过大肠最后一段的时候，大肠里面的水分会被身体抽走的，那个时候使得你的粪便干燥的。所以身体缺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身体缺水跟少喝水的关系密不密切？当然密切。可是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件事情身体缺水，你有可能你继续补充水，那些水你留不住又流掉了。你要注意我们身体对钠水平衡是有需求的。如果你吃的东西很咸，你就需要补充很多的水分的。可是如果你吃的东西不是很咸，你喝很多的水分进来以后，那些水分你留不住的。所以如果说你身体是处在一个流失水分的状态，你运动流汗流的很多，你流失水分很厉害，那你喝的水里面要少量的加一点点盐的，否则的话你喝进去的水身体留不住，身体排掉了，你的身体还处在缺水状态，那么它没有办法，就只好从你大肠里面把最后的水回收回去给身体再利用。所以确保身体是有足够水分，不仅仅是要注意喝水，要注意身体的钠水平衡，这是第一个。很多人会说这个不是我便秘的问题，我经常喝水 OK。 那么便秘的第2个可能性最多的是什么呢？久坐不动。久坐不动的人你肠道的蠕动都跟经常活动的人不一样。肠道的蠕动跟你便不便秘就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久坐不动的人呢，你整个腹肌还有核心肌群的收缩跟刺激呢都不一样。长久坐着缺少运动的人，结肠的动力呢也会减弱，然后呢加上负压容易不足，因为你不动，所以呢会导致粪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变长，过度的脱水了。那你本来肠道就会把水吸走的，如果粪便在肠道里面不动的话，它里面水分会被过度的脱水，让它变得更干燥。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需要有一点运动。其实你不一定需要去跟人家跑步啦、重量训练啦，你即使是一些轻度的活动，餐后去散步啦、走走路啦、深呼吸啦、伸展，让身体活动起来，对这个肠道的刺激肠道的活动都会有帮助的。这第2个就是久坐不动。你认为久坐不动是一个小事，久坐不动会导致你便秘的。久坐不动以外呢，第3个因素呢是膳食纤维不足。大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平常蔬菜吃的不够。膳食纤维有分为可溶性的跟不溶性的膳食纤维。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增加粪便的体积，让粪便的体积变大，它可以促进肠壁它可以反射刺激排便的，所以不溶性的纤维对我们身体排便是有帮助的，刺激肠道收缩。另外呢，可溶性的纤维呢，可溶性的纤维跟水分混合在一起以后，它会形成那种凝胶状的东西它还有润滑作用，它改变我们粪便的质地，让我们粪便变得更软，所以比较容易排出，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可溶性纤维跟我们肠道里面的菌在一起混合以后，它会制造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可以帮助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短链脂肪酸只有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它们吃了可溶性纤维以后制造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不能够透过食物摄取，短链脂肪酸也没有营养补充剂，只有可溶性纤维跟肠道的益生菌产生关系，才能够得到短链脂肪酸。顺便提一提，短链脂肪酸对心血管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些心血管专家说多吃膳食纤维对血管健康有益，是因为短链脂肪酸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饮食里面脂肪吃的太少，肠道的润滑度不够，也会导致便秘的发生。所有的人来问我便秘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先把这3件事情做好。这3件事情很根本，这3个因素如果都不能够解决你的便秘问题的话，就说明你还有更底层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那么更底层的问题会是什么呢？就是真正肠道蠕动有困难了，因为你该给它的刺激都有了，可是它还是不蠕动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更深层次的跟你们解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了。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管状的地方啊，我们的食管、我们的胆管、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肠道，它都有一圈肌肉叫做平滑肌。我们管道的平滑肌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的时候，就会造成管道的蠕动。所以血管蠕动会帮助我们身体维持血压，维持我们血液往前流动的速度。食道蠕动会让我们吃进去食物能够顺利的到我们的胃里面去。胆管的蠕动可以让我们的胆汁顺利的进到我们的12指肠去，小肠蠕动可以让我们消化的食物顺利的往前面送，大肠的蠕动可以让我们最后的粪便呢靠蠕动的压力送到我们的直肠然后排出来。所以平滑肌的工作正不正常，决定了你所有的管道蠕动正不正常。平滑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不能够正常工作？有2个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情况是胰岛素抵抗。平滑肌是肌肉啊，是肌肉细胞啊，凡是细胞就需要燃烧能量才能工作的，要燃烧能量的。绝大多数的人吃的饮食，身体是燃烧葡萄糖的，所以你的平滑肌的肌肉细胞也是燃烧葡萄糖的。当你有胰岛素抵抗的时候，你平滑肌就不容易得到能量了，它就没力气了，它没有能量了，它是肌肉啊。如果你给它足够多的能量，它蠕动的就很有力气啊。如果它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它的蠕动就没有力气啊。所以当你平滑肌缺少能量的时候，有可能你血压会上升的，你血管蠕动不好啊，你的胆管如果蠕动不好的话，你会发现你消化不好啊。当你肠道的平滑肌蠕动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便秘了。所以胰岛素抵抗的人，平滑肌蠕动不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不容易得到能量。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需要解决你的代谢健康，把胰岛素抵抗做一个比较好的解决，这是第一个重点了。如果你没有胰岛素抵抗，那么你前面3件事情都做到了，你的肠道蠕动还是有障碍。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那个可能性就是你身体缺镁啊。如果你的身体缺镁，你的平滑肌也不能够正常工作。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肌肉细胞的工作是需要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它需要能量，能量来自于葡萄糖。但是呢，我们的细胞一收缩一放松的时候，它需要2种矿物质的配合的工作。这个细胞要收缩的时候，需要有钙从我们细胞的外面涌到细胞的里面去，我们这个细胞就会收缩了。收缩完了以后，肌肉蠕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钙啊会被镁啊推到细胞的外面去，这个细胞就放松了。所以钙镁在细胞的里面和细胞的外面，钙镁平衡很重要啊。现代人的话呢，大多数的人钙是够的，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其实镁并不够。那如果你的钙镁不平衡的情况下呢，钙进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以后，细胞顺利收缩了，可是呢，它不能够顺利的放松。如果你肠道的平滑肌不能够很顺利的放松的话，它蠕动就出现困难了，你就排便就有问题了。如果你的血管的平滑肌出现了不能够放松的话，你血压就上升了。如果你的脑神经、脑细胞这个地方不容易放松的话，你就变得很紧张，你可能会睡觉的会睡不好，你有可能会偏头痛了。我们的细胞不能够很顺利放松，还有比较普遍的问题，比方说胃酸反流也是一个可能的问题啊。胃酸反流，然后你就去吃制酸剂降低胃酸，岂有此理啊！我们的胃酸本来就要这么多的，就要这么酸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消化食物呢？胃酸反流真正的问题不在胃酸呢，在反流啊。胃酸反流跟缺镁有什么关系呢？一样的，因为我们胃跟食道的接口的地方有一块肌肉叫做上括约肌啊，上括约肌就是一个门啊，像一个瓣膜一样的。你食物要进胃的时候，上括约肌一放松，门就打开了。食物进去了以后呢，这个门要关上，防止胃里面的食物倒流啊。所以上括约肌是一收缩一放松的工作。如果你钙镁不平衡的话，你的上括约肌放松了，门打开了，可是镁不够的话呢，肌肉不能够很好的放松啊，胃里面的东西就会反流了。所以钙镁不平衡的时候，它会出现很多现象的。那么便秘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至于补充镁如何解决便秘的问题，我跟各位说，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式，还有一个不正确的解决方式，2个方式你都需要考虑。如果你的便秘是顽固型的便秘，很长时间了，1个礼拜了10天了，它都不出来，这严重危害你健康的哈。像这种顽固型的便秘呢，我建议你啊，去市面上找最便宜的镁的补充剂。我为什么叫你去买那个最便宜的镁呢？因为它小肠吸收率最低啊。镁的泡腾片里面的镁大概是氧化镁了，
氧化镁你小肠的吸收能力啊，大概只能够吸收4%啊。然后呢，你大量的泡泡腾片来喝，一次泡2片，喝完了以后半个小时再泡2片喝，过半个小时再泡2片喝，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泡腾片喝多了也不会伤害你的身体的。为什么我要叫你这么做呢？你如果顽固型的便秘啊，你用这个泡腾片一直喝到你跑厕所为止，最后你会去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镁啊在我们的小肠里面达到饱和了，小肠不能够再吸收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肠道呢就会引起痉挛，它就会出现轻微的腹泻。轻微的腹泻可以帮助你顽固型的便秘啊顺利的排出。这个呢是利用了镁的天然缺陷。一般的镁的补充剂啊，小肠吸收率都偏低，氧化镁是最低的，只有4%。柠檬酸镁大概达到了25%，还有一些这个酸镁那个酸镁的可能可以达到50%。一般来说，口服的这种镁的补充剂能够达到的小肠吸收率啊，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了。这是镁的先天缺点，你大量的吃它，吸收不了的部分了，就会引起肠道痉挛，就会出现轻微的腹泻。它把这些多余的镁排掉了，问题就结束了。但是它有没有根本解决你肠道不蠕动的问题？没有，它仅仅是解决了你顽固的不能够排出。那你真正钙镁不平衡的问题呢，你还是要透过正确的补充镁的方式啊，让你身体里面的钙镁能够获得平衡的。那我自己补充镁的方式，过去最早一开始的时候是补充的氧化镁的，后来读书了以后知道氧化镁没有用，就开始改成柠檬酸镁。改成柠檬酸镁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小肠吸收的问题，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细胞利用的问题。所以到最后我自己是选择了用皮米镁的方式来满足我自己身体对镁的需求。皮米镁的好处是因为它的粒径它比纳米还要小1000倍，所以它粒径非常的小，它不经过我们的消化道，喝下去的时候透过我们身体的黏膜就吸收了，直接进到细胞里面的，细胞的利用率超过了99%了。所以这样的镁呢，就真正的能够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了。这样子的话，它的吸收率高，利用率高，很容易的可以帮我们解决各种各样钙镁不平衡的问题了。所以我自己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